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外电称，台湾当局导弹交付的数量将达到高潮，2024年呢将接收1000枚以上。根据台北时报的报道呢，因为预算的增长，台湾的军火工业在2024年向台军交付的新导弹的数量可能达到高潮，达到1000枚之多。2022年，台湾当局拨款460亿新台币，价值是4亿美元。2023年又增加拨款到474亿新台币，价值15亿美元，用于拥有所谓的战斗力成长计划。主要采购的内容包括万箭导弹和其他的机动式反舰导弹。除了自己生产导弹之外，2023年的5月份，台湾当局呢已经收到了第一批美国的毒刺防空导弹，这是作为5亿美元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到2023年底，台湾当局还将得到200枚美国制造的标枪反坦克导弹。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了，美国反华势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压着台湾当局接受了所谓的毒蛙战略，也就是放弃大型的先进装备的采购，更多的采买小型导弹来抵抗可能的武力统一。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布林肯不是刚刚来到北京吗？公开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了吗？是啊，但是布林肯也没有表示美国支持中国统一啊，也没有放弃帮助台湾自卫的选项。这样一来，美国就给自己留下了口子，继续向台湾当局提供武器装备，在台湾军队目前的装备系列中呢，能够真正自行生产，并且在实战中发挥作用的，只有所谓的万箭计划和雄风2E反舰导弹。万箭弹呢是空射弹药跑撒器，可以用来攻击中国大陆的机场跑道。万箭的技术含量并不高，雄风2E呢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型号了。在中国大陆，这一类导弹呢已经是过时的技术了，但是更复杂的导弹，台湾军工部门就没法做到1年1000枚的产能了。除了这一些，台湾当局其他类型的导弹武器几乎都要从美国进口，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军火商要从中赚钱，欧洲的军火商拒绝出售，也因为台湾本身呢没有那个能力。在导弹武器当中呢，即使是最简单的毒刺导弹，也涉及到现代制造业的几乎每一个门类，冶金机械、电子、化工、计算机、软硬件等等。所以台湾逐渐就放弃了自研导弹的努力，转向了主要从美国进口。台湾每年的军费开支大概一共有190多亿美元，这些钱呢不但要拿来采购武器装备，还需要给台军发放工资，维持日常的战备训练。所以就算在所谓的高峰期，台湾当局每年能拿出来采购导弹的钱也并不多。另外导弹并不是金条买来之后就可以放在仓库里不用管，等着打仗的时候拿出来用，而是需要进行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有一些零部件还需要定期的进行更换，所以买的导弹越多，对台湾当局军费开支的压力也就越大。如果在导弹的有效期内发生了战争，这1年1000枚的采购量会不会给解放军带来很大的风险呢？实际上呢，按照海峡两岸的战斗力的对比，台湾当局更应该担心的并不是导弹够不够用，而是这些导弹有没有机会打出去。按照常理，解放军无论是飞机凌空还是战车上岸之前，都需要对台湾进行火力准备，基本摧毁其主要的军事目标。等到各型无人机飞往台湾上空实施全天候战场侦察监视的时候，像爱国者、鱼叉这样的导弹目标那早已经被消灭了。哪怕是标枪或者是毒刺，也只剩下少数步兵分队携带分散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无人机侦察和打击之后，这些导弹的危险也基本上可以被解除。当然了，我们并不是说解放军上岸之后就不会遭到任何损失了，但是想采用乌克兰的模式，用少数美制导弹给解放军带来大麻烦，那只怕是痴心妄想了。台湾当局不要说1年买1000枚，哪怕是买1万枚，也不可能改变这个结果。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